后荒岛的老妹儿捧起双手，小心翼翼的在岸边捞鱼儿。可捞上来的小鱼儿，她没有着急吃，而是用石头不停的碾压，将其捣鼓成肉泥儿，接着使劲一抛，全部倒回海里。看着肉泥儿周围聚集的鱼群越来越多，老妹儿握紧一根削尖的木棍，站在水中静静等待。很快，一条鲨鱼循星而至，老妹儿见状，迅速举起木棍，瞄准目标，使劲一戳，鲨鱼瞬间就被木棍整个浪洞穿。随后，老妹儿拎着鲨鱼回到岸上。可奇怪的是，她并没有把鲨鱼当作食物，而是等天黑之后将其吊在树上，自己则趴在提前挖好的沙坑里暗中观察，仿佛是在引究什么东西。然而，老妹儿忙活了整整一天，加上3天没有进食，体力已然达到极限，不知不觉中便睡了过去。等她再次醒来，老妹儿惊恐地发现，树上的鲨鱼已经不翼而飞，只留下被咬断的绳子随风飘荡。而这让老妹儿意识到，荒岛上一定存在除自己之外的智慧生物。为了防范于未然，老妹儿沿着海岸线搜索能用的物资。刚走没2步，就发现半截鲨鱼被海浪冲上沙滩。看着鲨鱼身上触目惊心的抓痕，老妹儿吓嘚儿了，因为这些伤口显然不是一般生物可以造成的。于是她赶忙拾起一根木棍，用石片将一端削尖，制成简易长矛。王浩尔找来大量的椰树叶子和水桶粗的木桩，搭建临时营地，随时提防怪物来袭。然而他刚一抬头，就看到海面上好像飘个什么玩意儿。等打捞上来仔细一瞅，发现就是海难中失散的同伴。但是他的尸体很显然是被什么玩意儿啃过，就连脸上的抓痕都跟之前鲨鱼身上的一毛一样。为了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事儿，老妹儿故技重施，用麻绳将半拉尸体牢牢吊在树上，自己则钻进树洞，等待黑夜降临。果然到了黑夜，老妹儿看到他们一头3米来高的怪物拽着树上的尸体，肆无忌惮地啃噬起来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却吸引了怪物的注意力。随着一声恐怖的嘶吼在耳边响起，老妹儿所处的树洞瞬间传来猛烈的敲击声，紧接着便开始不停地来回翻滚。但好在树洞的外皮足够结实，怪物不一会儿便失去了耐性，转身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妹儿艰难地爬出树洞，看着周围散落一地的枯枝烂叶，她知道如果再不他妈想法逃离这座荒岛，迟早有一天得被怪物活活咬死。可这荒岛除了他妈杀的就是石头，上哪去弄逃生的工具呢？就在他脑瓜蒙蒙一筹莫展之际，老妹儿突然瞅向一旁的救生衣，心中顿时妹儿有一计。于是老妹儿把行李箱里的比基尼全部倒在地上，接着把救生衣塞进行李箱。她害怕不牢靠，又把所有的卡扣全部拉到最紧的位置。往后她拖着行李箱走到海里，想以此作为逃生工具，逃离这座危机四伏的荒芜小岛。然而老妹儿显然低估了自己的重量，还没等她爬上去，行李箱就整个浪侧翻，将她重重甩进水里。然而当老妹儿在水里睁开眼睛，眼前的一幕顿时让她毛骨悚然。只见海底赫然存在着一个黢黑的黑洞，像那个没有瞳孔的大眼珠子死死盯着自己。老妹儿顿时意识到，这可能是那个老瘪犊子的老巢，随即赶紧带上行李箱回到岸上。然而他已经被困在荒岛上5天了，如果再他妈不想办法逃离，迟早有一天会被怪物活活咬死。可利用行李箱逃生显然不是那么事儿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躲避怪物的袭击。于是他从沙滩上捡来一块老帆布，用削尖的木棍搁4个角扎出窟窿眼子，紧接着掏出麻绳测试它的承重能力，确定可以经受住自己体重之后，老妹儿找到2棵距离合适的椰子树，将老帆布当作吊床绑在距离地面5米的地方，希望以此可以躲过怪物的视线。然而随着夜幕降临，老妹儿的耳边依旧传来了怪物的嘶吼声，她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紧紧捂住胸口，祈求怪物千万别看到自己。可怪物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，他不断的撞击树干，让捆绑吊床的麻绳迅速脱落。只听扑腾一声，老妹儿径直跌落在地。她来不及思考，麻溜的起身冲出树林。可没曾想，怪物竟一头扎进水里，以每秒80米的游速展开追击。完后儿歘的跃出水面，挡在老妹儿跟前。此时的老妹儿已经吓他妈嘚儿了，本能的举起木棍刺进怪物的大胸膛了。伴随着一声哀嚎，怪物一逼兜将老妹儿掀翻40米远。等他回过神来，怪物已经不见踪影。第二天，老妹儿正坐在沙滩上思考如何对付怪物时，结果刚一抬头，发现不远处的海面竟出现了一艘救生筏。于是他迅速冲进海里，使出吃奶奶的劲儿，奋力朝救生筏游去。这次等他靠近一手，却发现救生筏里坐着的竟是海难中失散的男友和闺蜜。老妹儿高兴嘚儿了，赶紧带俩人回到岸上，收集能用的物资，打算利用救生筏逃生。可男友因为长时间在海上漂泊，拒绝离开荒岛。即使听到老妹儿说海上有吃人的怪物，依旧不为所动。他甚至为了防止老妹儿偷走救生筏，协同闺蜜将其绑起来。到了晚上，闺蜜发出一声尖叫，男人见状立刻撇下老妹儿，捡起火把循声而至。当他看到一头怪物正在啃噬闺蜜时，顿时他妈吓拉了尿了，当即头也不回的窜进树林。王后儿等天一亮，就跟着老妹儿一起坐上救生筏，迅速开撩。殊不知，怪物此刻正在海底的黑洞里默默地注视着他们。下一秒，一道黑影嗖的一下从水下快速掠过，男人被吓一激灵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水下就突然伸出了一只黑爪将其抓伤。老妹儿见状，迅速拉下拉链封死救生筏，本以为这样可以暂时躲避怪物的袭击，没成想怪物竟直接从筏底突破，一爪子把救生筏抓个大窟窿眼。紧接着怪物探出脑瓜篮，龇牙咧嘴的发出阵阵吼叫。老妹儿吓完了，一记重踹在怪物脑瓜篮上，而一旁的男友则迅速掏出信号枪，照着怪物的眼睛噗嗤就是一枪，剧烈的灼烧感疼的怪物滋儿哇乱叫。随后男友举起木棍，一闷棍将其敲回海里。然而俩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，老妹儿突然嗷的一声便被怪物拽进水里。眼瞅着马上要窒息，老妹儿急忙从兜里掏出工具刀，对准怪物的嘎吱窝噗呲就是一刀。完后也迅速挣脱束缚，快速朝救生艇游去。谁知怪物并没有打算放弃攻击，
击，而是将目标锁定在赶来救老妹儿的老爷们身上。只见他一把锁住老爷们的腰，快速摆动尾鳍朝海底游去。看着对象彻底消失在黑洞之中，老妹儿伤心欲绝。但为了求生，她只能强忍悲痛浮出水面，被海浪重新冲回到荒岛上。而闺蜜和男友的接连死亡，也让老妹儿意识到，不整死这个瘪犊子，她根本逃不出这片海域。于是她开始搜集大量树枝，用石头将一头削尖作为武器，偶尔捡来大量的木棍搭成火堆，接着塞入干草设下陷阱。很快夜幕降临，老妹儿将一堆碾碎的鱼肉当成诱饵倒在火堆中央，眼瞅着怪物已经掉入陷阱，老妹儿当即点燃火堆，利用熊熊大火将怪物包围，然后趁其不备绕到他身后，举起木棍直歘要害。而这也彻底激怒了怪物，只见他一把抓住老妹儿的脸，将其整浪提溜起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老妹儿迅速掏出工具刀，朝着怪物的大胸卡的噗呲嘎子噗呲嘎子连捅20来刀，伴随着阵阵惨叫，怪物松开了老妹儿。看怪物此时已奄奄一息，老妹儿赶紧艰难的站起身，踉跄的朝海边跑去。可是怪物纵使伤痕累累，却依旧对着老妹儿紧咬不放。而老妹儿也知道自己肯定跑不过他，于是停下脚步，打算跟他殊死一搏。谁知刚扭头，就瞅见怪物摇头晃脑，发生一阵哀嚎，接着咣当一声栽倒在地，当场嗝屁。完后，老妹儿点燃荒岛上的整片树林，静静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。哎呀，真吓人呐！